当一名球员逐渐成名之后，外界对他的要求往往也会随之提高。人们不仅期待他在球场上的表现更加出色，也会开始评判他的生活，甚至连他的伴侣也会被拿来与他的成就做比较。有一次，在一场普通的英超比赛中，地点是阿森纳的主场，德克兰·赖斯走向角旗区，准备开出一次角球。就在他站定的那一刻，客场看台上传来了嘈杂的声音，有人在辱骂他，而更刺耳的是那些针对他妻子的攻击。这些声音并没有停下来，但赖斯依旧完成了那次角球。他没有停顿，也没有回头去看那些看台上的人，仿佛那些声音从未存在。几天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做出了回应，没有激烈的言辞，也没有长篇的解释，他只写了一句话：我的伴侣不需要被任何人评判。短短的一句话，却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从这句话里，其实很容易看出赖斯对他妻子的感情，因为在他还没有成名之前，他就已经陪在他的身边。那段时间没有掌声，也没有聚光灯，只有漫长而不确定的职业道路。成名之后，人们给赖斯贴上了很多标签：身价最高的英格兰中场、豪门的核心、国家队的主力。于是，也有人开始觉得，以他的身份，似乎应该拥有一个更符合外界期待的伴侣。但在成为英格兰历史上最昂贵的中场球员之前，真正理解那段艰难历史时刻的，其实只有他的妻子劳伦。那是他被切尔西放弃的时候，也是他在西汉姆重新找回自信的阶段。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德克兰·赖斯的故事。赖斯出生于1999年的伦敦，和许多英国孩子一样，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足球。对伦敦的很多家庭来说，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7岁那年，赖斯加入了切尔西的青训体系。对于一名伦敦的孩子来说，能够进入切尔西青训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认可。切尔西的青训体系在英格兰一直以严格著称，这里汇聚了许多天赋出众的年轻球员，也是无数孩子梦想进入的道路。但在这样的体系里，竞争同样的残酷。每一年在切尔西青训营中，都会有人被选中晋级到更高的阶段，但也会有人被淘汰出局。青训从来不是一条稳定的道路，而是一场持续的筛选。赖斯几乎在切尔西青训度过了自己的整个童年，训练、比赛、学校的生活，这些几乎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但在他14岁的时候，这一切突然发生了改变。切尔西决定把他放进释放名单，理由非常简单，在当时俱乐部的球员评估体系里，赖斯的能力并不算突出。那时他正处于身体的发育阶段，训练时的动作显得有些迟缓，速度也不够快，看起来甚至有些笨拙。而在强调技术和速度的切尔西青训体系里，这样的特点很容易被视为一种劣势。离开切尔西之后，大多数年轻球员继续走职业足球道路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很多人就在那一步已经离开了职业足球体系。但赖斯没有选择放弃，他开始前往不同的俱乐部参加试训，希望找到新的机会。没过多久，他顺利加入伦敦的另一家俱乐部西汉姆联青训营。西汉姆联的环境与切尔西完全不同，这里没有豪门俱乐部那样的耀眼光环，也没有同样的巨大压力。对很多年轻球员来说，西汉姆联往往会给予更多的成长时间。在这里，赖斯的位置还没有完全固定。在切尔西青训时，他一直是以中场球员的身份被培养，但来到西汉姆之后，青训教练发现他同样具备担任中后卫的能力，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在 U23 以下的年龄段比赛中，他经常被安排在中后卫的位置。这段经历反而让赖斯对比赛有了更全面的理解。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西汉姆青训的进步非常的明显。在各个 U23 以下年龄段的比赛中，他逐渐成为球队表现最稳定的球员之一。2017年，年仅18岁的赖斯就进入了西汉姆联一线队，并完成了自己在英超的首秀。后来，一位当年执教他的西汉姆青训教练这样评价那段时期的赖斯：赖斯能够一步步走到这里，靠的不是天赋，
而是他的决心和坚持。在任何一支球队里，队长通常都是由队内最具领袖气质，同时资历也相对更深的球员来担任。这个位置不仅象征着经验，也意味着这个人能够在关键时刻稳定球队的情绪，让更衣室保持团结。但在2019年12月，在对阵莱斯特城的一场比赛中，赖斯被任命为西汉姆联队的队长。那一年他只有20岁，在一支拥有悠久历史的俱乐部里，如此年轻就戴上队长袖标情况并不常见。这不仅是一种信任，也意味着西汉姆联已经把他视为球队未来的绝对核心。赖斯在场上的比赛方式往往可以用低调来形容，他不是那种经常出现在集锦里的球员，也没有夸张的盘带，也很少尝试远距离射门。他的工作看起来很简单，但却需要极高的专注度。他要提前判断对手的传球路线，在中场完成拦截，重新夺回球权，在攻守转换的瞬间完成第一脚传球，让球队重新建立进攻节奏。这些动作很少成为比赛的焦点，但往往正是这些细节决定了比赛在中场区域的整体形态。22到23赛季，西汉姆联在欧协联赛场上的表现非常的出色。这项赛事或许不像欧冠那样拥有极高的关注度，但对于很多联赛中游球队来说，它意味着进入欧洲赛场的机会，也意味着可观的奖金收入。作为球队队长，赖斯一路带领球队闯进决赛，而决赛对手是来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那场比赛节奏始终非常的紧张，双方创造机会并不多，比分也一直保持得十分接近。直到比赛接近尾声，西汉姆联才打破僵局，最终他们以2-1赢下比赛，拿到了冠军。而这个冠军也是西汉姆联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奖杯之一。赛后，赖斯被评为欧协联联赛赛季最佳球员。他的贡献没有体现在进球的数字上，而是体现在拦截、传球以及防守覆盖这些数据之中。在西汉姆联下列几个赛季里，赖斯已经逐渐成长为欧洲多家豪门都希望得到的防守型中场，而他的下一站也很快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当中。23到20赛季开始前，赖斯已经被认为是英超最稳定的中场球员之一。作为西汉姆联的队长，同时也是英格兰国家队的主力首发，他的表现早已吸引了多家豪门俱乐部的关注。许多球队都希望在新的赛季开始前将他带到自己的阵容之中。最终，阿森纳完成了这笔交易。这笔转会的固定费用达到1亿英镑，如果算上附加条款，总金额甚至超过了1亿英镑。在英格兰足球历史上，这样转会费本身就十分罕见，更何况对象还是一名以防守为主要职责的中场球员。签约完成之后，关于赖斯的讨论很快在媒体和球迷之间出现。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对一名长期保持稳定表现的球员进行的合理投资，但也有人提出质疑：一名防守型中场真的值这样价格吗？在现代足球里，转会费早已不仅仅是一笔俱乐部之间的交易，很多时候它也会变成贴在球员身上的一种标签。价格越高，外界的审视也就越多。过去已经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一些球员在高价转会之后，却很难拿出与身价相匹配的表现。于是，高转会费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期待，也意味着更严格的评判标准。对于这样球员来说，每一次传球失误，每一次射门偏出，甚至每一场比赛的发挥，都可能成为舆论讨论的焦点。从西汉姆联来到阿森纳，赖斯所处的环境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西汉姆联，他是球队毫无争议的核心人物，但在阿森纳，他进入的是一套已经逐渐成熟并且运转良好的战术体系。在这套体系里，中场球员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不仅要负责防守和拦截，还要参与球队的出球、推进以及组织进攻。换句话来说，赖斯的角色也在发生改变。1亿英镑转会费或许不会改变他的能力，但他确实会改变球迷看待他的方式。对于赖斯来说，来到阿森纳之后，面对的不只是外界的期待，还有来自球队内部的体系压力。在加盟初期，他在球队中的角色依然偏向防守型的中场，主要责任是回收球权、保护中路，并在球队进行高位压迫之后，帮助球队重新建立进攻组织。随着赛季不断的推进，
他在球队中的职责也开始逐渐增加。当球队需要向前推进时，他会主动带球穿过中场，打破对手的第一道防线。当对手的防线开始收缩时，他又会出现在禁区前的位置，寻找远射或者传球机会。有些时候，他甚至还会参与到球队定位球进攻当中。正因为战术角色的变化，赖斯也开始刻意加强自己的技术细节。他在训练中反复练习任意球和角球，希望在进攻端为球队提供更多的帮助。时间来到24到25赛季，赖斯在各项赛事中出场了已经超过50场。相比之前的赛季，他的进球和助攻数据也明显增加。阿森纳的角球战术在英超一直被认为是非常具有威胁的进攻手段。对于很多对手来说，这几乎是一种难以防范的战术，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负责主罚角球的人。赖斯正是依靠自己稳定而精准的角球质量，为球队创造了不少助攻机会。这同样也是他不断训练之后所带来的结果。时间来到25到26赛季欧冠1/4决赛，阿森纳对手是皇家马德里。在那场比赛里，赖斯站在任意球前，按照球队原本的安排，第一任意球主罚手其实是厄德高。在此之前，赖斯也很少通过任意球直接破门得分。但那一场比赛，事情发生了改变。第一次任意球，他踢出了足球越过人墙，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最终飞进球门的死角。不久之后，阿森纳再次获得一个位置几乎相同的任意球机会，几乎相同的位置，几乎相同的弧线，足球再一次越过人墙，飞进球门的死角。那一晚，赖斯用2记世界波级别的任意球帮助阿森纳赢下了比赛。也正是那场比赛，让他获得了更多来自外界的关注。但这些关注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赖斯的球风属于那种在球场上非常克制、干净的球员，他很少与对手发生冲突，即使在身体对抗激烈的情况下，也很少做出过激的动作。有时候对手在拼抢中摔倒，他甚至会主动上前把对方拉起来。在很多比赛里，这样的球员往往很难成为争议的中心。但在职业生涯中，赖斯也曾经经历过一次被大量球迷批评的时刻。那一次，几乎所有的声音都来自爱尔兰的球迷，因为赖斯拥有爱尔兰血统。在2018年之前，他曾经代表过爱尔兰成年国家队出场过3场国际比赛。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未来很可能会长期为爱尔兰国家队效力。但随着赖斯在俱乐部的表现越来越出色，英格兰国家队开始注意到这名年轻的中场球员，并希望他能够代表英格兰出战。这个选择很快摆在他的面前。赖斯心里也非常清楚，如果代表英格兰参加国际比赛，他参加世界杯和欧洲杯这样大赛的机会远远高于代表爱尔兰。最终在2019年，他做出了自己的决定。赖斯向国际足联提交申请，希望从爱尔兰国家队转换为英格兰国家队效力，而这份申请也顺利获得了批准。当赖斯第一次身披英格兰国家队球衣出现在球场上时，一部分爱尔兰球迷表现得非常的愤怒。在他们看来，这种选择意味着一种背叛。对于这起事件，赖斯很少在公开场合主动提起。在那次决定之后，他逐渐成为英格兰国家队中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杯和欧洲杯的赛场上，他也帮助球队赢下了不少的关键比赛。2022年，赖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自己和孩子的照片，照片里也出现了他的妻子。平时他很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家人的生活，但这一次分享却让他的妻子劳伦成为了网络攻击的对象。一些人因为劳伦的外貌对他进行了恶意的评论，甚至有人认为他配不上赖斯。这些讨论很快在社交媒体上扩散，甚至连比赛的看台上也开始出现类似的嘲讽声音。面对这样的情况，赖斯选择公开站出来支持妻子。他没有与球迷争吵，也没有发表情绪激烈的回应，他只是简单的表达了一件事情：家庭不应该成为攻击的对象，而他的妻子是那个一直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人。这件事情也让更多人开始重新认识赖斯，因为在足球世界里，并不是每一个人在成名之后都会继续守护自己年轻时的伴侣，而从赖斯身上，人们看到的是一种少见的忠诚。在足坛，这样的故事并不常见。他并不是那种在年轻时就被所有人看好的天才球员，也不是那种以华丽技术闻名的中场。14岁他就被切尔西淘汰，后来又成为西汉姆联的队长，带领球队赢得欧洲的冠军。再后来，他以1亿英镑转会费加盟安森纳，成为英格兰足球历史上最昂贵的中场球员之一。这就是德克兰·赖斯的故事。如果视频让你更加的了解他，
那么请点赞分享吧。这里是节目，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拜拜。